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小卷儿莱斯利卷儿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模特的一个发质的一个状况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，是刘海过于的稀少。我们之前经过沟通了解到呢，他这个头发之前这部分是做过软化，用夹板抛光了，也就是被拉直过。那拉直过呢，我们肯定想到的就是上卷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上卷。还有一点呢。 本来我想跟他做冷烫的，因为做莱斯利卷的话，冷烫可能那种松凝度会更好。但是他之前又用热烫的方式，也就是高碱度的去做过以后，如果你再用冷烫的方式去做呢，你会发现烫出来可能会比较生硬和毛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还得继续用热烫的方式去做。我们现在核心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一个刘海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刘海呢有点偏稀少。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刘海这块烫的 Q 弹一点的卷，然后呢量再多一点点，就解决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。剩下的我们就可以按照头骨来，但是它这个头骨转角点这块都比较偏饱满，所以我们在烫的时候呢，软化点就不要落差到这里来了。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特殊情况就需要做的头顶分这么窄。 我们只需要把头顶这块呢尽可能烫到根儿，然后呢这块呢要避开转角点，从这里开始软化，用直线的方式呢能避开它这个饱满度，也就直线呢就是不烫，它就是一个直线。好，我们需要把这儿拉高，把这儿填充，然后呢把这儿做蓬松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的颜色呢是之前它染过其他的颜色，现在已经掉了。 但是掉完了以后呢，它还有点点的发冷茶色，也就是说它之前应该染过类似于黑茶，或者是加过很多的冷色调。但怎么才能出现这种冷色调呢？我们要去深思一下，要不然就是他头发爱上色，要不然之前就因为0-00给处理过一次。所以我们再去判断头发的时候，看见冷色调一定要紧张一下。 这种情况下呢，就不能随便的给予顾客说可不可以烫，我们还得先去洗一下头，看一下真正的发质是什么样。他之前是用夹板去做过的，所以做过的时候，我们也得深思一下，他为什么要去做？那他是不是杀发呢？所以这些我们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出现的原因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是对是错呢？我们要先去洗头，看一下真实的样子。 我们洗完头以后呢，观察一下它这个发质呢，其实也还好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它就是正常的一个拉直和染色的一个受损过程而已。但是呢，就是对于刘海这块呢，是比较可能是软化的比较狠吧。我们可以从侧面可以看到，它就是直角式的、垂直的往下垂。所以这种呢，就说明什么？ 就是之前软化的时候呢，可能有点偏高，它才会导致于没有任何的一个张力，它就直接就软下来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现在还是一样，把之前烫染过的地方，还是先用护理给保住。健康头发这块，我们需要抹抗菌药水，然后呢，剩下这块呢，我们就用健康的加1半的受损去涂抹。 它这个刘海之前呢过于的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去烫的时候呢，我要打算把那个刘海呢再分厚一点，中间这块呢我们增加到2指的一个厚度，把它放到前面来充当刘海，这边也一样。好，这一块呢是作为一个最后刘海的一个区域。那现在我们先把它之前烫过的地方，先用营养。 填充一下，现在不用去软化它，因为它现在之前已经被软化过了，所以等会儿我们直接用冷烫的方式去做就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软化头顶。那这个头顶到底分多宽呢？分缝线的左右2指的宽度即可。我们想要把头顶烫起来呢，也就是这一块的，是最合理的。但是今天
是热烫，热烫呢它还是烫不到发根。我们只能说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印象来讲呢，它不至于过于的平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解决发根的一个蓬动，贴根软化，再用电棒或者是摸根烫去处理。但是我在沙龙里工作的话，我觉得那个会耽误我很长的时间。如果客流量不是太大的发型师呢，你可以去慢慢的去做这个发根的一个处理。但是对于客流量较大的发型师，我个人建议这一招对你来讲是非常受用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先把健康的这个发根呢抹抗拒的药水。为什么抹抗拒不抹健康呢？因为我下面这段是偏受损的，我下面软化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如果我这块用健康的话，那这块可能快过于健康，所以我这块需要加强。好，只有发根这块给烫起来，我们整体它才能达到一个好效果。但是呢，如何才能把发根烫起来？软化程度一定要过于高。由于我们不是烫发根，只是正常的热烫，所以说呢，这块还是只留2公分就可以了。磨这个发根的时候，我们的量可以堆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它隔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隔起来的时候呢，开始抹下面，把健康和受损的调匀。因为这个受损的劲儿很小 ，pH 值酸性值才达到5点几，几乎是酸性药水。酸性药水对于这种发质来讲呢，反应是极慢的，所以我们要加1半的弱碱性药水。差不多 pH 值在7到8左右。好，底区这块呢，我们就留2指去软化就可以，一步到位。中间这个区呢，我们一定要提拉起来。提拉起来以后呢，要避开这个转角点3指左右。侧面这块呢，我们一定要避开转角点，如果不避开的话，这会加宽旁边的一个宽度。下面颜色开始变黄了，变黄呢就意味着软化已经起到很快的效果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抹完软化呢，千万不要说去抽一根烟就结束了啊！我们抹完软化一定要耐心的在旁边等待，尤其是像这种2段发的。好，现在的软化这块已经达到60%了，已经判断出它已经非常快了。但是呢，这块才刚抹，应该没有那么快。所以说我们60%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把药水刮走一部分，就是让它反应呢就不要过于的快。当然也可以往上面喷一点点 pH 值，也可以。现在不是要它停止软化，而是让它放慢软化的脚步。好，顶部的这块呢，已经差不多 OK 了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发根，发根还有一点点脆，但是顶部的这些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药水刮掉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发根还差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再用抗拒的药水呢，把发根这块堆一下。这时候再去堆，你再往下靠一点点没关系了，因为这短暂的时间内呢，它侵害不了别的发质的，哪怕抹到根儿也没有关系。现在发尾这些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先去洗头床把这些冲掉，这块呢再等个几分钟就 OK。软化完以后，把头皮吹干，抹烫中护理。虽然我们软化的时候呢没有在这条线上，但是我们在烫的时候呢，还是按照3等份的去分区。好，第2区呢还是一样，从耳上点入手。我
我们现在呢用16号热烫的16号杠开始去卷，但是呢这个区由于下面的头发呢过于短，所以这块呢我们还是会分出来一点点，这块去选择用冷烫卷。好，底区呢平卷就可以。底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烫出来呢头发有卷就行，只需要有卷就行。因为它压在下面你也看不见，但是呢它有卷的话，我们之后怎么剪呢？它不至于下面过于的直，上面过于的卷，两截脱开。好，我们的鬓角呢也会选择一个用冷烫的方式，因为这块呢量太大，我们没办法去烫到。我们呢采用以八字形的对角的，这个是斜着往内，这个呢斜着往前，一个前一个后，一个前一个后的啊。虽然我用的是这么小，但是我下面这个区呢软化都没有软化到根，没有软化到根，所以说我可以分很厚。卷杠子的时候，那个发片的厚度呢，取决于你这个软化的高与低，离发根离得近与远。离得远我们就可以厚，离得近我们就必须要薄。等会儿我们头顶就需要薄。这边这个鬓角，我们还是把它单独分出来，这块单独的冷烫。好，这样的方式入杠，斜着。顶区呢，我们画锯齿形分开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按照长方块的去分开。好，顶部这块呢，第一个杠子垂直地面，平铺缠绕。好，这块留点空间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给发根赋予足够的一个张力和温度。好，一个前一个后，一个朝前，一个朝后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卷底区和刘海。底区我们还是会用到膏状的药水。OK， 这个 Leslie 的刘海该怎么卷呢？首先，现在我们先把它的小毛毛这些都分出来，也就真正有实际意义的，也就是这小撮。这小撮我们该怎么去卷呢？可以看到，可以从中间把它分为上下1到2片，但是呢，画锯齿形。1分为2，这样锯齿形的1分为2，然后卷的时候呢，底区往上卷，顶区往下卷，让它形成一个错乱
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杠子呢是从下往上外翻，注意看，从下往上外翻。好，上面这个杠子呢，先涂抹药水，这药水得需要透啊，如果不透的话，它是出不来卷的哦。也就是这块的受损的量少，这块的量多。只要能感觉到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它多余的药水刮掉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把它提高角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鬓角。好，这个鬓角呢，由于之前软化过的时候，我们的药水呢少一点点，意思一下。因为你不涂抹药水，它也一样会出卷，但是这个卷呢维持时间不是那么久。我们可以把药水呢涂抹的少，特别少。好，这边还是一样，这块的药水不能太多，因为这块的头发呢本身也属于受损一类的，刚刚也是软化过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这个小绒毛，这块呢是提升我们美感的核心的位置。所以说这块呢，我建议，如果你不嫌麻烦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烫一个小卷，再卷一个杠子即可。好，我们把它烫成一个婴儿般的自然卷，压着往上走。压着往上走，注意 ，OK， 好，我们冷烫的这几块呢都不用去挑发针，因为我们留了这么多发根儿，没有去涂抹药水，所以皮筋一勒，尽情的等待和后面一起去定型就 OK 了。好嘞。好，我们这次呢依然会用到100的温度加热到12分钟，10到12分钟即可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看之前烫的刘海，还有我们头顶。来，我们低下头，我们头顶烫的这一块儿，就是我们已经留了2指，然后呢这块呢尽可能的烫到发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已经出来弧度了。因为热烫呢能烫到这样已经是极致的靠根了，剩下的只能是单独的去垫发根了。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出来了啊。这块呢，我们是用的抗拒，所以加强它的软化，它才会成型啊。如果说你用正常的药水，按照正常来讲，这段的健康程度它都会比下面要高，所以说不容易出卷。再看一下刘海刚刚的小细节，除了刘海这个小毛毛，我们可以看到超可爱的小毛毛。这种小毛毛呢，是从婴儿的那种小自然卷
找到一个灵感啊。这种烫出来呢是增加一种无公害感，非常可爱。我们来看看这边 ，OK， 一样。好，这边也一样出来了，超可爱的啊。所以这招我们再去烫刘海，遇到刘海少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用这一招，非常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剪裁。我们现在的长度呢，我想把虚的地方跟它切齐，切到应该到下巴这块。我们湿的时候切到下巴，其实吹干了以后呢，它会弹上去到这里。我刚刚比了一下，其实到这里呢是刚刚合适，又能呈现它的整体的亮感和质感，然后呢出来的那种酷感的可爱会更加的明显一点。因为如果剪得太过于的圆润的可爱，你会发现和它整体的五官的眉毛和嘴型这些呢有点不太匹配。在它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无性别的美，而这种美是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高级感和时髦的。我们现在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这块呢发亮发虚，这块呢才发整，所以我们按照它最少的这块来寻找一个亮感。稍微点头 ，OK， 把少的地方显得多，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。我们先把这个面剪齐，你先不要管任何的剪裁技术，直观的一点，你必须要考虑的这个面是齐的，也就是把所有的头发拉到这儿来，先剪平。先把外线剪平，这个平的话一定要是水平，宁可后短前长，也不要前短后长。如果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会形成一个很累赘，感觉是驼背的那种，不精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平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面剪平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剪那边。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这块两边的引导线从这里找到。OK， 先从这儿找到我们的引导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剪这边，能看到吧？好，这边呢依然让它歪着头。找到我们的引导线，平着下来。但是这一手指位这块笔的时候呢，千万宁可斜一点的笔，也不要这么去比，因为这一比的话又剪成前短后长了。然后梳头发的时候呢，手位尽可能的往后拉一点点，画一个 C 的感觉，再水平下来。画 C 的感觉，先到这里，然后在这个面儿，一定得有这个齐。所以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让顾客坐直。如果他有点低头的话，你都保不准你这个齐会剪的是平的。他一抬头的时候，可能又变成斜的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站姿和方向一定要准。我现在是由于给大家看，所以我是跪在地上，但是我是凭感觉去啊。但是大家在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直。水平得去看待。OK，
剪到我们的一个转角，剪到我们的转角点以后呢，接下来后面做直，好，低点头 ，OK， 两边的转角点拉着笔下是否一致？好，这边呢略长一点点哦。 宁可长也不要短。好，我们这么去比，这块的转角点比一下，这块的转角点比一下，然后两侧的鬓角再比一下。OK， 这一比呢，大概的一个外线的齐就已经齐了。接下来我们能看到就是内角的层次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内角的层次呢再切掉，这款发型才叫成立。那这块怎么切呢？很简单，让顾客低点头，把中间分开，以黄金点的长度为标准，也就是以这块长度为标准，那里面呢必须要和这块是平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分一片，然后注意看，竖着梳子进去，竖着梳子进去，贴着。 贴着旋转，贴着，你看画 C， 贴着画 C， 你会发现贴着画 C 的时候呢，我这块是不动的，这块画 C 下来，当这个点和这个点达到一个平线的时候，把多余的剪掉就 OK。来，你再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 这里到这里，这块就等于是内角，我们就可以去除掉，可以把它给剪掉。所以你看，剪掉以后里面还剩这么长，所以之前如果我们一旦用热烫的话，你压根就烫不着。所以我们里面是用的一个冷烫，我哪怕剪到这儿，它还有一个弧度。 最起码比起纯直的会好一些。OK， 再低头。好，我们依次按照这样的方法都往后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一道旗，把那个小毛毛剪掉。OK， 这道旗干净了。把前面的呢也尽可能的往后带一下。侧面关于鬓角这块，我们可以把它梳到后面来。 检查一下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边呢，我们就按照刚刚的这条引导线延长，水平的延长就可以了。它之前这块呢打鱼的过于薄，然后呢这块又过于厚，所以导致成这块呢会比较轻，这块比较重。接下来怎么处理呢？教给大家一招，做一个内层次调整，还是一样，
梳开。内部结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去亮，整骨，把这块儿夹起来。好，这块呢就是厚重的一个原因，大部分的厚都是来源于这里。我们可以直接提拉起来去一个角，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牙剪或者是划剪的处理，这样的方式都可以的啊。这样的方式呢，其实更增加它的一个整体的空洞感。包括这些也可以做削刀处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简单去一个角。好，简单去个角，它瞬间就外翻、收紧外翻的感觉。这块呢是直直的外翻，我们来看看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这块的底线，对于我来讲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硬，可以用削刀去把发际线做一个柔和，把它做的跟前面的发际线那种轻柔度一样，这样的话，整体比较有协调性。要不然有后面的一个厚度去对比，正常人一看会以为是前面脱发。OK， 好，我们把这个底线呢就做的比较有通透感，但是外线还是齐的。好，今天我觉得它这个刘海呢还适当的可以再厚一点点，这样呢会显得会更加的英式感一点。要不然这五官很立体，但是刘海很薄，给人感觉就是本身气场气质很好，但是呢做了一个特别廉价的一种网红风格印象，这种呢就是不太合适的。它其实完全可以跳出网红那个圈，做自己的一种风格，因为它这个眉毛、眼睛、鼻梁，我们都可以看看，很美的。所以这些就是它应该要勇敢展示出来一些特点。当然了，大家不用按照我这个思路去做啊，还是先满足顾客为至上。OK， 目前来讲就已经剪完了。其实这个头发呢，自然干是最好。我们现在先把头皮吹干，头皮吹干以后，我们抹点东西自然干就好了。吹的时候不用担心把卷儿吹开，还是一样把它吹乱。
模仿顾客在家里打理出最糟糕的感觉。因为现在呢太过于的三角，顶部需要来点层次。从黄金点分4指宽度提拉起来，垂直我们黄金点中间这个耳点对耳点。好，拉到这里呢，以最短的黄金点这个长度为准，把它剪掉。好，这块呢，虽然是剪到这里啊，但是它把它分散的时候呢，它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自然蓬松的一个点。但是现在是切口，我们还得需要把它弱化一下，用牙剪再把它提拉起来，把切口弱化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纯三角线的了。现在呢，多多少少这块偏立体了。然后旁边我们再看看正面呢，后背它也是偏类似于方形的感觉了。说宁可这块有动感，变成有点偏方形，也不要让它变成直角的一个三角形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出卷的处理，只要喷点水，打点造型品自然干就 OK 了。好，现在喷水。当顾客第2天不会吹，第2天成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还一定要记住，让他去洗手间把头发喷湿。你要告诉他为什么，因为烫完的卷需要打理。如果说乱的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喷湿。喷完湿以后呢，就能看到我们烫的卷的原型了。所以说，建议烫完的头发，如果他实在要吹呢，就把头皮吹干，剩下的半干就可以。好，这个时候银元的卷又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梳顺，不要怕把卷梳开。这个卷这么弹，怎么能一下就梳直了呢？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。沿着发际线抹一遍，把里面抹透，就是有点费摩丝哈。当然，这款头发你教顾客回家打理的话，他可能只需要外表抹一下，有那个感觉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沙龙里面想要出品好看的话，一定得抹透。摩丝还是很管用的哦。接下来还是一样梳顺。好，我们现在湿的时候能看到方形的剪裁，方形的去角，然后呢再加上方形的刘海。这款头发我想快速的烘出那种松松的感觉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顾客做完以后呢，烫完小卷，你不可能让它自然干出去吧，所以我们用一个烘的一个小技巧，让它松松的出去。烘的时候注意一个小细节，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打乱，不要这么去拨，放在里面不要动就可以了。温度调到最高，然后风量调到最小，慢慢的烘。现在我们看到烘完的感觉呢，就是松松软软的，有点洋娃娃的感觉啊。现在我们再用最小的热风把发根给吹散一下。好，这个烘的技巧呢，就是不要动，在那不要动，一直烘。烘干为止，
其实它就是快速的一个自然干，然后增加一点点热量在里面，把它原本可以施展的空间呢，都用人工的方式把它自由的伸展出来。这款赖斯里卷呢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以后再去做这款烫发的时候呢，能够把这个造型给复制到位，好吧 ？OK。